我作为一个曾经在大城市里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纽约作为美国排名前5拥有最高的生活开销的这么一个城市，在那里生活的打工人呢，都是在为怎么样找到便宜的房子。在大城市里生活，就会想着如何找到划算的东西，如何去减少自己的消费。所以今天的视频呢，让我和你们分享一些我自己从作为打工人到现在是一名自由职业者的一些省钱经验，也是我一直在实践的一些点。不管你是想通过开源还是节流去省钱和节省，只要你能找到适合你的方法就好了。每周更新一个新视频，不要忘记关注和点赞我的频道。不知道多少人和我一样，网购买东西发现不合适之后，当天或者第2天立马就会退掉。我曾经在书上看过这么一段话，大概意思呢就是说，如果在接下来的5分钟之内你不会去做的事情，那大概率你就会拖延去做这件事情，到最后你甚至可能会忘掉这件事。有些人呢可能还怕退货太麻烦了，就会勉强说服自己留下这个不适合自己的东西。一般我发现不合适我的东西之后呢，我会立马上网把 return label 打印出来，然后把东西装箱好之后，等着第2天拿去邮局退掉。你会发现，你只要是立马去做的事情，能替你省很多钱，而不是一直拖到最后，发现这个东西退不了了，然后你自己就只能没有办法的收留这个东西。如果你是月光族，不花钱就觉得不快乐的话，又或者是怎么也存不下钱，我建议要去强制存钱，有一个储蓄账户，然后每个月把钱存进里面，只要看不到那笔钱，你就不会想去花。其实这个做法呢，相当于在欺骗自己，但还是蛮有用的，起码对于我来说是这样子的。有人可能会说这个办法很蠢，又或者是很极端，那我只能说一句，钱是你自己的，如果你不采用比较极端的存钱方法的话，真的有意外发生了，你就会连需要的那笔钱都拿不出来。你也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小猪存钱罐，就是每次投一点点钱进去存着，时间一久之后，不知不觉你就存了很多钱。在你强制性存钱之前，你得要知道存多少钱。我是这么做的，我是减掉每个月的固定开销，比如说房租、电话费之类的，那剩下的开销呢，完全是自控的。我为了不让自己花超过那个数字，一开始呢，我就会取决于我自己的情况去决定每个月的这个数字。比如说每个月在超市的花销，因为我一个人嘛，吃不了太多，我会根据目前的物价去算出个大概数字，就是大概一个人一个月花销多少。当然了，我也不能让自己过得那么惨，所以我设置每个月买菜的花销呢，就会控制在$300左右。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假如你喜欢出门吃饭或者是点外卖，那就试着每个月降低外食的花销。比如你这个月只能花100在点外卖上，或者是出去吃饭，那这样你就会不知不觉的开始控制自己的花销。一旦你习惯了之后，再从你的收入里减掉这些你能自控的花销之后，剩下的你就大概知道要存多少钱了。说实话，以前我是觉得在餐厅吃不完的饭菜直接留在那里就行了，我现在不是那么想了。特别是对于打工人来说，下班后还要做饭这件事情，它其实是需要一定长时间的坚持。有的时候呢，我做饭做了大半个月之后，我觉得好累啊，就不想做，你知道吗？所以一旦有机会和朋友出去吃饭呢，我就很开心。那通常一大桌子人点菜的话，那就很容易会有剩余的饭菜。这个时候我告诉你们，要脸皮厚一点，不要怕丢脸，也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可以先问一下谁想要带走这些饭菜。如果没有人要的话，那你就都打包起来吧。我曾经试过和朋友出去、和同事出去、和老板出去吃饭的时候，我都毫不犹豫的打包这些饭菜。那我一些朋友呢也知道我一个人做饭、一个人生活不太容易嘛，也都让我全部打包。至于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就是因为如果我下班后和同事、和朋友出去吃饭的话，那我回家一定是没有时间再额外准备第2天午饭，而且公司附近的食物呢也没有多好吃，或者是说我吃腻了，所以我就不想花钱去买饭。那这些饭菜呢就可以当做我第2天的午饭。现在出门和朋友吃饭社交真的好贵啊，特别是在纽约这样的大城市里。在这里说一句题外话，纽约的生活成本实在是太高了。我最近才看到一个新闻， studio size 的房间，哇，那个房租真的是蹭的往上涨，就是没有人住得起了。这一点呢也彻底的劝退了我，所以我最后才会搬了家。那个时候我在纽约工作赚的钱呢，都赶不上被通货膨胀导致的所有货价上涨。
现在说回话题来，正因为这样的出门社交太贵太累，基本上你出门没有花个100到200以上是下不来的。所以呢，我就开始减少出门的次数，加上下了班之后呢，你的精力已经被一天8小时的工作消耗了差不多了。这个时候你还得花时间稍微打扮自己呀，然后换一个漂亮的衣服，然后出门社交，你就觉得这一套流程下来非常的累。所以不是必要的场合呢，那我就不会再出门。我只会把时间和精力留给我觉得值得的人身上。那既然说到了出门社交很贵，有时候啊，我想偷懒，想出去吃饭的时候，或者是自己想点外卖，我就会等到如果 Uber Eats 或者其他外卖平台上有折扣，或者是哪家新店开了有半价的活动，那我就会选择在那天能薅羊毛的时候出去吃一顿。记得18年那时候我回国吃饭的时候，纸巾居然要收钱，我当时从来没有遇过这样的事情。然后那个时候我包里忘记放纸了嘛，然后吃完饭需要擦一下嘴，但又不想花钱买纸巾，我就只好用矿泉水啊，或者是有水的地方稍微擦一下。现在想想还是挺好笑的，好像那时候还有借充电宝也要钱。这些看似小东西呢，其实也花不了多少钱，也不是说自己付不起，但就是不想在这些明明自己可以能避开的花费上却花了钱。这就让我想起了几个月前去欧洲还有其他国家，那边的厕所居然也要投硬币，真的是气死我了。我之前有拍 vlog 有跟大家说，所以呢，我在不是很急的情况下，我也是为了省这样的小钱去找个免费的厕所，实在是不想花这样的钱。不管是店家让你在朋友圈转发，或者是收集点赞就能免费获得吃的，甚至可以给你打折，那就请照做。我以前呢是觉得这太麻烦了吧，也不想让我的朋友圈转发这些无用的广告。虽然呢这是商家的套路，想通过客人来增加名气和曝光，但转过念头来想一想，如果我就是动个手指转发一条朋友圈就能有打折，那何乐而不为呢？这样大家都开心。所以大家如果去餐厅吃饭的话，有这样的羊毛可以薅就尽管去薅吧。如果在你居住的城市和区域附近有些小店是在关门的1到2个小时之前，所有东西都半价，那还不赶紧冲吗？虽然现在物价那么高，我也很少看到有这么好的事情发生，但之前我还在家里住的时候呢，附近有一个面包店，我爸呢就会每天下午6点钟就会去买一大堆面包，全都是半价。哇，那时候的物价真是很便宜。那个时候呢，我们家早上真的是天天吃面包，吃到最后都腻了。如果你附近有这种半价的商店的话，尽管冲，反正我是没看到的。假如你是个爱旅行的人，又或者是因为一些原因需要频繁搭飞机，机票可不便宜啊。特别要是你在最后1秒预定的话，那个价格就会被加得很高。我本人呢是不会在乎一点，就是飞机的起飞时间，当然呢是要排除大凌晨的时间啊。那基本上呢，我都是得到哪个时间段便宜，我就会选哪个。那往往时间越早的航班呢，其实是越便宜。这种情况呢，一般是发生在廉价的航空上。美国的几个廉价航空呢，有 Frontier、JetBlue 还有 Spirit。廉价航空呢也有不好的一点呢，就是正因为它的机票太便宜了，所以他们会想各种办法在其他方面收你的钱。如果你只是飞短途，比如说2、3个小时的飞机，带的东西也不是很多的话，那我个人觉得廉价航空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我们说完机票后，现在来说一说酒店。酒店和机票呢是差不多一个道理，越早订是越便宜。偶尔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呢，就是临近入住的日期去订的话，这个价格反而会更低，不管是酒店还是机票，因为他们都不希望这个 occupancy rate 太低，肯定希望越多人订越好嘛。所以说最后1秒没人订的话，这个价格就会降了很多。这也是靠运气，或者是你自己能抓住它的这个规律的话。那平时订酒店的话，一定要在不同的网站上货比3家，同个酒店它会在不同的网站上的价格都是不一样的。你们可以多在网上找一些订机票订酒店的平台啊，看看哪个更划算。最后这一点呢，可能不是所有人都能认同，就是 lifestyle creep。根据网上的解释呢，就是 when an increase in income leads to an increase in spending on living expenses and non-essential expenses。 中文的翻译呢，到时候我会后期加在屏幕的任何地方。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说当你的收入很一般的时候呢，你用的东西呢，都是在你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突然哪一天你升职了，或者是拿年度奖金了，紧接着你的生活品质会随着你的收入增加，开始去买一些你之前在收入很低的时候不敢买的奢侈品。其实呢，这
这一点是没有错，因为我们都想让自己的生活越过越好，但是并不代表你的花销就要随着你的收入一样的去增加。收入高证明你可以拥有更多的省钱空间，如果你的收入随之提高，但是你的这个花销没有降低的话，那你还是会像以前那样存不到钱。好了，那这就是以上今天所有的内容。如果你们有什么看法或者是要补充的点，欢迎在下面留言，这样也能让更多的人看到。不要忘记关注、点赞加收藏。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